前任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，昔日的甜蜜最终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之中，但过往的爱恨情仇却无法被抹去，特别是在演艺圈中，帅哥美女云集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擦出爱的火花。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爱上同一个人的尴尬组合，全都是前女友前男友的组合们啦。遇到孙俪之前，邓超和郝蕾同居了3年。青春时期的邓超风度翩翩且幽默感十足，英俊的形象受到众多导演青睐，而郝蕾依然是一副贤妻模样，不但亲自做饭，更是亲手织起围巾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只是这样的生活最终在一部戏约中被打破。郝蕾接到一部戏约，需要上演全裸戏份，这个唯一的导火索，在两人沟通无果后，邓超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。伤透心的郝蕾并未强加挽留，应该说郝蕾为了艺术献身的精神得到演员同行们学习，但这一错过也铸就了一生的遗憾。从后来郝蕾的感慨中可以看到满满的感慨，那时的我们都太过年轻，很多年的时间里，两人都刻意回避对方，相遇的时间真的很重要。邓超很快遇到了孙俪，这个命中注定走完一生的女人，并和李晨、郑恺、陈赫等人组建跑男，迎来事业发展的完美转型。而郝蕾的2段婚姻却一次比一次短，甚至到如今仍在追求幸福的路上，所幸双胞胎儿子可以慰藉她孤独的心灵。在前几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，郝蕾受邀给3位影帝颁奖，先给段奕宏颁奖并拥抱了一下。在轮到中间邓超时，台下有起哄说抱一下，不过另一位颁奖嘉宾把奖杯给邓超了，郝蕾就越过邓超给另一边的郭涛颁奖去了。两人同框没有任何交流，虽然尴尬，却也是最好的安排。周杰伦和蔡依林的双追恋算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，只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分手后的两人在未同台，甚至很少提起对方。直到若干年后的舞台相遇，满脸的尴尬表情，预示了当年真的发生了点什么。如果不是吴宗宪的爆料，也许周杰伦和蔡依林会否认这段恋情。从多次合作碰撞出的火花，到引人联想的画面，最终使事实成为可能。如今的周杰伦娶了昆凌，安静享受喝奶茶的人生旅途。谢娜遇到张杰之前和刘烨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，既避免那些尴尬的可知，也不让各方产生猜测。而刘烨作为当红男星，也保持着应有的风度，没有对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做多评价，只是相互回避，心照不宣罢了。那些青春岁月的时光，是对于彼此最美好的见证。作为女友来讲，谢娜是称职的。别看她干起主持来给人一种疯癫的感受，但可以和何炅、李维嘉等人主持这么多年，能力其实毋庸置疑。她所表现的可能更多的是风格上的协调。对于爱情，她始终坚定且强烈。这一点在遇到张杰之后，也能让人们看得出来，只是缘分讲究机缘，也许是时候未到，彼此的错过，也许是为了更好的成长。分开之后的谢娜和刘烨更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。虽然过往如石头般压在胸口，但时间还是冲淡了一切。两人彼此见证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，如今也将对方放到了回忆之中。Angelababy 跟黄晓明这一对夫妻的情感关系就更复杂了。在 Baby 和黄晓明的绯闻曝光之前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绯闻男友便是陈伟霆。两人在恋爱期间曾在一起多次被拍到合体照片，看起来感情相当不错。同样都是作为年轻模特出道的他们，曾经还是一起工作的好搭档，俊男美女的组合看起来相当的般配养眼，也算得上是一对金童玉女。Baby 和陈伟霆两人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同框，应该就是游艇上的泳装照。除了两人身材非常完美以外，两人的情侣纹身当年也造成过不小的轰动。在之前的芭莎慈善夜上台合照环节，李现一个劲儿的让 C 位给 Angelababy， 然而 Baby 却拎着裙子原地打转，因为中间站着前任陈伟霆。中间的陈伟霆也不敢动，因为右边有另一个前任阿 sa， 真是左右逢源。还好现任何穗没有在场，不然就更尴尬了。当然，黄晓明与李菲儿的世纪同台也是非常轰动。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2》中，两人虽然很少有互动，但也避免不了要有交集。可以看到求生欲很强的两人之间距离得非常远。不过因为两人同台，又有媒体传Angelababy当年插足他们感情的往事，导致 Baby 发了公关文，而黄晓明也为了减小舆论退出了浪姐2。如今 Angelababy 跟黄晓明这对夫妻也不再高调秀恩爱。
杨颖在参加某节目时，有一个游戏环节是给亲人们发消息，看谁能最快收到回复。已婚人士很自然首先发给另一半，而杨颖则回答自己的父母在度假不方便，闭口不谈黄晓明，更将消息发给了自家阿姨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两人是借着离婚在炒作维持热度，毕竟在这个流量时代，没有硬实力，再没有了关注度，那演艺事业也基本到头了。倪妮与冯绍峰在共同度过3年甜蜜时光之后，也走向了结束。在一次对于冯绍峰的采访中，冯绍峰也曾透露自己和倪妮之间分手的原因，表示在爱情中是需要对方的陪伴，也希望能够尽早成家。但倪妮感觉自己现在还年轻，应该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事业之上，而对于婚姻，近期之内没有任何打算。所以，由于观念的不同，两人最后走向了终点。在倪妮之后，冯绍峰又遇到赵丽颖，两人是在拍摄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相识，婚后还有了一个孩子。不过，他和赵丽颖的婚姻也仅仅维持不到3年时间，便宣布离婚了。在离婚之后，赵丽颖在采访时被问是否还会再婚，她表示等几年再看，不用急于寻找另一半。霍建华与陈乔恩也在多年前因戏结缘，有过一段感情，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，再次见面是因为合体拍《笑傲江湖》，一个演令狐冲，一个演东方不败，而且编剧还把他们这条感情线写得更为轰轰烈烈，让网友非常入戏，纷纷喊话让他们复合。不过两人都火速辟谣了，并且都找到了各自的幸福。撒贝宁、章子怡两人分手后，在同框时也很温馨。章子怡调侃他以前很严肃，现在老不正经了。两人的互动很自然，并且还很难得的见到方心纵伙饭害羞的样子。小 S、黄子佼、曾宝仪3个人的世纪大和解也非常精彩。小 S 曾在节目中说，年轻的时候对感情太重视，还有太冲动，然后讲了那一番话，对黄子佼造成的伤害感到很抱歉。3个人多年前被传3角恋，如今在同框没有变成修罗场，而是大和解，说明都真正放下了。胡歌的终身大事一直都令粉丝们头疼，一方面希望他赶紧找到人生伴侣，一方面又怕对方配不上他。在薛佳凝之后，他遇上江疏影，不过与江疏影公开恋情时，也是一半祝福一半唱衰。然而也是合作的剧还没上就分手了。合体营业时，两人多次眼神对视有闪躲，时隔几年，江疏影也越来越好，胡歌也有了自己更想做的事，都在朝更好的自己迈进。还有太多的前任们在并未获得公开认可之前就已经分道扬镳，也许是明星职业的特殊性，也许是彼此都没有稳定下来的心态，见光死的确存在于艺人这个行业之中。当然，娱乐圈也有很多人生美好的例子，比如周润发和发嫂、应采儿和陈小春等等，他们也展现出了世间有真爱，相扶到白头。如果你遇到前任会怎么做，说些什么？欢迎留言哦。